Hello，大家好。我上个视频说，本次房产市场的调整周期不是短周期，而是长周期。好多人问这个周期究竟有多长？现在牛津经济研究院给了一个期限，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牛津经济研究院认为，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可能会长期维持在5%的高点，所以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看到负担能力的改善。房价要到2027年才能回到加拿大普通人可以承受的范围，在此之前，负担能力不足的情况将继续恶化。他们认为房价在今年夏天将会达到峰值，未来几个月将会出现温和的衰退。随着利率上升，人们将削减支出，这种现象最终导致房价下跌。预计2024年初价格将下跌10%，到明年年中，价格将从2022年的峰值下降约20%至25%。一旦房价稳定在较低的水平，收入增长，利率逐渐回到正常水平，可能要到2027年左右，加拿大的住房负担能力才会达到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加拿大的房价才会达到合理负担得起的水平。根据彭博社的数据，第二季度加拿大房屋的平均价格超出中等收入家庭的借贷能力约32%。我认为牛津经济研究院的这种判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虽然现在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处于22年来的最高点，但是加息对房产市场的影响是滞后的。未来几年，所有借款人在续签抵押贷款合同的时候，都会面临利率上涨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选择固定利率的借款人来说，他们只有在续签抵押贷款合同时，才能感受到加息带来的压力。在所有低利率借款人都完成抵押贷款合同续签的时候，才能看到加息对房产市场的充分影响。莱格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了加拿大房主对续签抵押贷款合同的看法。调查显示 62% 的加拿大房主对续签贷款合同导致的借贷成本增加表示担忧，这一比例较2022年10月增加了 9%。另有 31% 的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心续签抵押贷款合同的成本增加问题，这一数字比2022年10月增长了 19%。超过 51% 的加拿大人承认他们没有制定计划来消化抵押贷款付款增加的费用。这种焦虑在年轻房主中尤为明显。18至34岁年龄段的房主中，有 73% 的人表示担心续签抵押贷款合同时付款更高，这比2022年10月增长了 10%。 5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制定计划来消化更高的付款，其中 39% 的人表示他们将减少其他领域的支出，而 9% 的人计划动用储蓄， 5% 的人计划申请贷款，3% 的人计划出售房屋。皇家银行的报告显示，在去年第4季度，加拿大房主支付抵押贷款和房屋相关的费用，就要花费税前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49.7%。要知道那个时候利率比现在还要低很多。因为高通胀环境下的债务成本不断增加，加拿大破产率一直呈上升趋势。根据加拿大破产和重组专业人士协会的数据，第二季度加拿大消费者破产率同比增长了 23.5%。第二季度平均每天有343名加拿大人申请破产。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称，仅6月份消费者破产申请数量就同比增加了 19.5%。企业破产率同比增长了 39.6%， 这是自2014年以来数量最高的一个季度。较高的借贷成本是导致这种困境的最大因素之一。加拿大的公司因沉重的债务负担而面临更高的资本成本，同时利率上升也大大削弱了消费者的需求。现在多伦多地区的房产投资者正在抛售他们的公寓，多伦多有高达 36% 的公寓为投资者所有。随着抵押贷款支付额飙升，拥有多个单位并且杠杆过高的投资者最急于卖出。但是一方面，这些公寓很多都有租户，所以自住买家基本不会购买。另一方面，新建公寓的供应量飙升，加大了抛售的难度。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公寓市场都会存在供大于求的局面。
蒙特利尔银行经济学家罗伯特·卡维奇描述了为什么在当前环境下购买投资房毫无意义。按照目前的价格和抵押贷款利率计算，现金流将下降20%，投资房现金流将严重为负。尽管在加息之前情况也大概是如此，但是银行的超低利率使这种情况得到了缓解。现在房产投资者的现金流基本上是负的，除非房价快速上涨，否则目前根本不存在投资的理由。更不用说目前的房价正在下跌了。他认为投资者可以在政府债券等其他领域获得更高的收益，而且这些投资渠道还有更好的税收待遇，没有风险，及时的流动性，而且还能省去当房东遇到不良租客的麻烦。因为本次加拿大房产市场的调整周期较长，所以最后需要特别提醒一点，有很多持有大量现金等待买房时机的人可能会成为骗子眼中最佳的目标。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看好自己的钱包，谨防诈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